阿英，你来了。魏贤一边收整着手上的东西，一边向房门口气息略微不稳的魏婴招了招手，温宁他们那里结束了吗？魏婴调整了一下气息，便轻快地走进了魏贤的房间。大伯，你找我呀？魏贤看着魏婴脸颊一侧的小印子，心里跟明镜似的，估计温氏那里早就结束，阿英是偷懒睡觉去了。阿英，你修炼鬼道，没有辅助心法，这个是我一个朋友给我的。魏贤一边说着，一边递给魏婴一本心经，效果虽然比不上鬼门的心法，但还是能给你压一压的。魏婴紧紧地攥着手中的书，扬起了笑容，大伯伯，我知道了。魏贤挑眉看了眼傻傻笑着的魏婴，嘴角扬起了一抹意味不明的笑。阿英，现在我们是不是该讨论一下惩罚了？魏婴一脸茫然地看着坏笑的魏贤，不明所以。不爱惜自己，糟践父母给的身子。阿英，你说该怎么罚？魏贤说着，还轻轻按了按魏婴手上刚结痂的伤。魏婴瘪着嘴说道，一脸乖宝宝样，疼。大伯伯，阿英知道错了。知道错了，错哪了？不该不爱惜身体。魏贤看着垂头低语的魏婴，眼里划过一丝怀念。阿泽犯错的时候也是这样的。魏贤想到之前听到阿英英雄救美以及一人对抗温家的传闻，魏贤觉得自己有必要好好教育一下魏婴，不然日后怕是要吃亏。阿英，修仙问道本就是逆天而行，受伤是在所难免的，你要学会用最少的力达到最好的效果，也就是平衡二字。听说你之前为了救一女子，挡下了温家的烙铁。魏婴想了想，这世间竟还能流传自己做的好事，难得呀。魏婴点了点头，不错，当时情况紧急，一个姑娘家脸上要是有印子就毁了。我再问你，这姑娘后面可有受伤？当时玄武暴动，大家都不同程度受伤了。那个姑娘我也没怎么注意，若你当时没有以身挡烙铁，而是用灵力冲击那温家人，那女子是否能躲开烙铁？魏婴想了想当时的情况，脑海里不由自主浮现的却是蓝湛板着脸拖着伤腿的样子，还有那行泪。魏婴再细想了一下，模模糊糊的想到当时那个姑娘好像在墙壁边上，而温家那个好像边上就比较空旷了。若直接攻击温家人，那女子应该也能借机离开死角，但做了也没啥好后悔的，男子汉大丈夫的多个伤疤，又能怎么样？魏婴嘴角微微上扬，眼里满是坚定，应是能躲开的。但阿英不后悔自己的举动。魏贤笑着摸了摸他的脑袋，阿英，问心无愧便好。大伯伯此次是想告诉你，就算是行侠仗义也要保护好自己，不然我和你爷爷都会担心你的。阿英知道了，下次出手会机灵点的。魏婴听着魏贤如父般谆谆教诲，一股暖流涌入心头，那是以前都未曾有过的。大伯伯常年执剑的手上长出了茧子，和爷爷的摸头又是不同的。如果说爷爷是让自己依靠的大树，那大伯伯更像是围栏，将一切都危机拦在外面，如同小时候将自己举在头顶的父亲。魏贤闻言点了点头，一个跨步走到魏婴的身边，突然出手掰了一下魏婴的左肩部。呜！魏婴捂着肩膀闷哼了一声，哀嚎道：大伯，你干嘛？肩膀睡差了。还有不管什么人近身都要保持警惕性。魏贤拍了拍魏婴的左肩，一脸嫌弃自家孩子没有警惕性，似看出魏婴所想，直接在魏婴说出前堵了回去。自己家人自是不会害你，可难以保证别人是否会借机冒充我们，趁你失察要你命。魏婴很是严肃地思考了一下，感觉自己在大伯和爷爷心中的形象好像和自己想的有点出入。明明仙门百家都畏惧的鬼道祖师，到爷爷伯伯这里就是什么都不知道的小孩子。在魏婴打算在魏贤挽救一下自己的形象，魏贤开口说道：对了，惩罚还是有的，明天提早2个时辰练剑。今天应该是睡够了。魏婴顿时如霜打的茄子一般，什么形象都不是重点，兰家早起的时辰还得往前2个时辰，要命啊！魏婴用他无辜的大眼睛直盯盯地看着魏贤，试图让魏贤放点水。魏贤抿着嘴笑了笑，丝毫不为动摇，直接用眼神向魏婴表达着2个字：不行。距离仙都选举还有1个月，这1月发生了很多事情。兰氏和聂氏将穷奇道劫杀的真相公布于众，
夷陵老祖为无限遭兰陵金氏劫杀，被迫自保反杀，